这个是地球史上最大金额的勒索行动。这要干嘛？他想洗钱。胡适之胡适，说尽天下事。大家好，我是胡适老师，欢迎收看《胡说》。若想到中东地区的皇室，你们脑海中会浮现什么画面呢？是不是就是挥金如土，永远都有花不完的钱，遍地黄金的一个地方？中东皇室的故事总是神秘的。而今天我呢，就要以编年史的方式来解说现在中东地区最火红的皇室成员——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兼任首相本萨勒曼，又叫做宾萨尔曼，因为翻译的问题，他的故事。来吧，非常精彩哦 ，check it out。1985年8月31号，本萨勒曼呢出生在沙烏地阿拉伯，他老爸就是现任的老国王，名字有点长，叫做萨勒曼宾阿卜杜勒阿齐兹阿绍德，一堆这样知道吗 ？OK， 那为了要今天讲述的比较方便一点，我以后在称作他爸的时候就会说老萨勒曼，这样 OK 吗？好，那再来，那个本萨勒曼呢是老国王的第8子，然后母亲呢则是他老爸的第3任王妃，叫做法赫达，然后是贝都因人。如果有学过地理的话，就知道贝都因人就是沙漠中的民族。他在沙烏地阿拉伯里面的认知呢是比较低下的民族，所以地位不是很高也容易被出身高贵的贵族呢嘲笑就对了。时间来到2007年也就是22岁的萨勒曼对，顺道一讲，他跟我是同年的，都1985年生的。那没想到他已经是王储了，我还在这边讲故事。好，然后再来，他以前5名的成绩取得了沙烏地阿拉伯国王大学法学学士的学位。他跟他的兄弟姐妹都不太一样，他的兄弟姐妹呢都留学欧美唯有他一个人呢是待在这边他的本国继续读书。原因是什么？刚刚有讲到，因为他妈的地位没那么高，他妈的地位没那么高，搞得好像我有讲脏话一样。这不是讲馆长这一集，所以不能讲脏话。然后再来，毕业后的他呢，在私营部门担任助理。然后顺道一提，他的兄弟姐妹平常其实都会嘲笑萨勒曼，而且都会把他叫跑腿小弟一样，叫他拿东西，叫他装水，叫他去干嘛买东西这个样子。所以从小呢，萨勒曼的内心对于兄弟姐妹就埋下了一个不是很爽的一个点在那边，就看什么时候要爆发了，好吗？然后他有个外号叫做贝都因人的儿子，对，可是他都把这些东西硬是吞下去就对了，有一天他会报仇的。时间来到2008年萨勒曼呢23岁他与他叔叔马舒尔亲王的女儿萨拉宾马舒尔阿勒 ，OK， 她是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公主，跟他结婚了。那阿拉伯发音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萨拉宾马舒尔勒 ，OK。阿拉伯话讲蛮好，对不对？那再来，他育有5个孩子。阿拉伯世界的贵族呢，小孩都会生非常的多就是这样。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可以跟近亲不是近亲相间，近亲通婚？差点用错名字 ，OK？ 为什么近亲通婚他们不会生出就是畸形儿啊，或者是智障儿啊？这很奇怪，对我们汉人的世界总是都说不能近亲通婚嘛，对不对？怕生出智能低下的，或生出一堆有问题的小孩。可阿拉伯世界他们都会皇室里面呢近亲这样子通婚，然后都可以生出正常的，我也觉得蛮奇怪，还是因为不正常都没有爆出来，因为不正常的都没有让他活着，可能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时间来到2009年 ，OK， 12月份，他担任了当时还是利雅得省长的萨勒曼亲王就是他爸之前还不是国王，以前是亲王，好吗？然后再来的政治特别顾问，然后开始进入政坛，所以23岁的他进入政坛。那讲到这个也顺便讲一下，对，不是23岁，24岁，也讲一下，萨勒曼其实一开始没想要从政，因为他想要当的是商人，对，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当企业家的一种特质，就对。可是后来早年其实也没多早，就是他20出头岁的时候，他去经商屡屡失败，后来还是决定了，好吧，就接受爸爸的建议呢，然后进入了政坛。如果没有他爸的建议，现在他就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商人这个样子。不过再怎么失败，还是会比我们一般人勇气非常多，因为毕竟他就是王子嘛，对不对？2011年的10月份，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当年的王储舒尔坦去世了，然后接着就由他的弟弟，他的亲弟弟，也就是现任的老国王萨尔曼亲王，成为了副王储，兼任国防大臣。OK， 然后接着呢，萨勒曼就成为他老爸的私人顾问。对，然后萨勒曼有一个外号，坊间都称他为 MBS， 这比较好称，要不然他的名字也超长，所以我可以叫他萨勒曼，可以叫他 MBS， 好吗？所以他的爸爸呢就这样进入了中央服务。时间来到2012年6月份，纳伊夫王储去世。那谁又是纳伊夫王储呢？也是
老萨勒曼的哥哥哦，在这边要讲一下，为什么他们的王储那么会去世？原因是因为沙地阿拉伯的继承制度不是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所以他们开国君主去世之后呢，接下来是开始传给弟弟，然后弟弟这边全部死光之后，假设都没有接到位，假设老国王还活着，那就传给下一代。所以那个老萨勒曼呢是开国君主的第二代，而他们又有10几个儿子，所以开国君主在任期间，他的弟弟们都死掉，这样来到第二代嘛，对不对？然后来到第二代之后呢，就从他的大儿子开始，然后大儿子就是不断的就是等爸爸，等，大儿子就死掉了，那就二儿子等。又死掉了，三儿子等就死掉了，就这样子，所以就这样等到老爸死掉之后呢，第二代某个人就继承，然后第二代某个人继承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他的弟弟们在等，然后假设他死掉了，就某个弟弟出来，反正就按照这个顺序从大排到小，这样理解吗？所以在沙地阿拉伯要当到国王的话呢，要非常有运气，那都是天命使然。你看哦，就是老萨勒曼，他其实是老国王的开国君主的，就是儿子们里面排名比较中间的。所以要等到前面几个哥哥全部都等不到，才能轮到他，厉害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2012年终于轮到老萨勒曼来担任王储了。然后这时候呢 ，MBS 就陪同他老爸任职于王储办公室。那请问他当王储的时候几岁？你们知道吗？因为老萨勒曼的年纪其实非常的老，他出生于，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我的特异功能可以记得每个人的生日，1935年出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我们2012减掉1935，他当王储的时候已经77岁了，所以应该也当不了多久了啦，知道吗？我们来到2013年的3月，王储的法院院长沙乌地宾纳伊夫被任命为东部省省长，然后 MBS 呢就接替了他原本的职位，然后担任部长级的法院院长。时间来到2014年的4月，萨勒曼呢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而2015年1月23号，阿卜杜拉国王驾崩了所以呢，王储也就是现任的老国王萨勒曼亲王，他就即位了，然后任命 MBS 任命他的儿子为国防大臣，同时兼任王家法院秘书长，并保留了其国务大臣的职务，所以他一个人兼任3职。然后再来 MBS 呢，从接任之后，沙烏地阿拉伯对于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伊斯兰集团的态度就转趋强硬了。1月29号，经济和发展事务委员会成立，取代了解散的最高经济委员会。MBS 被任命为主席，然后3年之后呢，再获任国防部长这个职位。他那时候才29岁啊 ，OK， 是全球最年轻的国防部长。时间来到3月25号，海湾联合会简称海合会发起了果断风暴行动，听起来很像电影名称嘛。海合会呢在发表的声明里面说，他们决定呼应哈迪政府的祈求，对胡塞武装组织的也门呢进行干预。然后以沙烏地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宣布了也门领空为禁飞区。国王老萨勒曼说，沙烏地阿拉伯黄江空军将会完全的控制此区域。然后沙烏地阿拉伯的电视台报道称，第一轮的空袭目标是位于沙纳的空军基地，然后摧毁也门的防空系统。然后根据沙国官员的说法，空袭也炸毁了部分停在地面上的战斗机。然后马希拉电视报道则说，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组织所控制的沙纳北部的一处住宅区，造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而伊朗的2家电视台说，死者全部都是儿童，所以真是太过分了。3月26号，沙烏地阿拉伯空袭了阿纳德空军基地，该基地位于拉赫季省，原为美国在也门训练特种作战部队的所在地。然后空袭稍早呢才被胡塞的叛军占领。然后其他目标根据报道称，还包括了在沙纳的导弹基地，以及被胡塞武装组织所控制的基地油库。然后在塔伊兹与萨达省的首府萨达被空袭之后的隔夜，数千名支持胡塞武装组织的支持者呢，在沙纳街头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此项军事干预行动，太过分了。而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叫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沙烏地阿拉伯的发音叫做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也发言谴责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4月29号，
老萨勒曼国王做出了一个沙烏地阿拉伯史上完全是颠覆型的改革，他宣布易除，换王储，然后以及呢，他把副王储也换掉，然后把外交大臣也换掉，然后他废掉的王储是谁呢？就是穆克林亲王，他的亲弟弟。因为刚刚有讲到，沙烏地阿拉伯呢是兄终弟及，哥哥死换弟弟，弟弟死换更小的弟弟，小弟死换小小弟，这样理解吧？所以照常来讲呢，老萨勒曼他的继任者应该是他的下一个亲弟弟，可是他却决定把弟弟给废掉。OK，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因为他要从兄终弟及渐渐的走向父死子继。好，我们继续吧。所以他废除了王储穆克林亲王，然后再来，理由是什么？亲王的妈妈有也门的血统，刚刚不是在讲也门故事吗？胡塞武装组织那个也门嘛，对不对？然后他说现在呀，阿拉伯跟也门正在交战，所以你妈的血统呢非常尴尬。刚刚他妈的，现在你妈的血统太尴尬，这样了解吧？然后呢，这么尴尬状态之下，我觉得你当王储就怪怪的，因为你妈尴尬，你也尴尬，要不然这样你就下台吧 ，OK， 换掉一下吧。然后再来，他改立谁？他改立自己的侄子。名字有点长，穆罕默德宾纳伊夫啊，还好，短短的，没有刚刚那么长啊。然后再来为新的王储，然后并立自己的儿子 MBS 为副王储。从这边就可以知道他在干什么事。他为什么不直接立 MBS？ 怕这样太直接会被大家给挞伐，所以他绕了一点点弯路，先立了侄子当王储，儿子当副王储。想也知道后来这个侄子会干嘛？一定会被换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吧。然后再来这件事情就意味着，自1953年以来，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权呢，它传递方式就这么的被改掉了。然后再来，沙烏地阿拉伯大部分的权力就集中在了两堂兄弟的手上，也就是刚刚讲的老萨勒曼的侄子以及 MBS 的手上。外交方面，沙烏地驻美国大使阿德尔·朱拜尔接替了沙烏地宾费萨尔，然后担任了外交大臣。这是沙烏地建国以来首个非王室成员担任此要职。所以老萨勒曼是不是也是一个蛮会颠覆的人物嘛？2016年。MBS 提出了沙烏地愿景2030财政改革计划，然后推动了国营石油公司公开募股，然后将股票收益投资采矿业、风力以及太阳能。哎呦，风力、太阳能、绿电，不是哦，好，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要在沙漠中铺很多的光电板吗？然后台风来，还好那边没有台风，所以可以铺。台湾就是台风多，所以不要乱铺，会飞走，知道吗？好了，再来，预计在2030年，将沙烏地阿拉伯10%的主要电力来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好吗？然后愿景2030也提出了开放教育啊、医疗等私有产业，鼓励旅游业的发展，更打算突破宗教的禁忌，发展娱乐产业。在沙烏地阿拉伯发展娱乐产业，你们觉得难不难？有够难的。去到中东国家都知道，他们的女性都干嘛？全部都包得紧紧的嘛，对不对？那你今天你把娱乐跟包紧紧，你觉得两个可以搭得上吗？所以他干了一件大事，他让沙烏地阿拉伯的女生呢可以把面罩拿掉。然后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还可以开车，所以他干的是从以前到现在没有人敢做的事情，他做了，所以他非常受年轻人以及女性的欢迎，因为他整个颠覆了沙烏地阿拉伯完全那种保守的状态就被他颠覆了。好，那再来，他希望打造出媲美拉斯维加斯的娱乐大城，因为拉斯维加斯是个沙漠。那我沙烏地阿拉伯也是个沙漠，你有沙，我有沙，所以你可以做赌场、做娱乐大城，我是不是也做得到？所以他的想法跟人家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新建主题乐园以及野生动物园等等，那这就厉害了。来，请问在沙漠中有什么野生动物？对不对？除了看到蜥蜴啊、响尾蛇，你要从哪里拿野生动物过来？所以他要从世界各地这样运过来，反正他们有的是钱。然后再来让大众能够在国内度假，促进了国内消费。那刚刚讲到这个愿景计划里面有一个核心项目，超厉害，脑洞大开一下，他要在当地建一个城市，被他称作未来之城，名称叫做尼昂新城 The Light。他要建筑一个全是玻璃的，高500米，宽2400米，长度1700公里。
如果对这个长度没有概念的话，我们讲一下，台湾从南到北就400多公里，所以它要建整整4个台湾的长度的一个城市，知道吗？而这座城市呢，是由玻璃所制成的一个建筑物 ，OK， 然后再来横跨了海滨、沙漠以及山地。然后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能源，它都利用可再生能源去执行所有的要发电的东西就对了。然后内部呢也没有汽车道路，交通依照高速的地下轨道，它要在沙漠的地下盖高速轨道，你觉得办得到吗？对，然后再来目标实现零碳排放，看起来像是一条璀璨的光带，而这个要耗费的金钱呢是根本难以计算。所以他在记者会上发布这个讯息的时候，把整个示意图的影片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啧啧称奇，想说这真的可能吗？天方夜谭呢。不过沙烏地阿拉伯有的是钱，金钱是万能的，就是他看他可不可以把这个钱呢，就是让沙烏地变成了一个他所想要的样子。那顺道也一提，为何他要这么做？我们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以石油为生，对不对？他就一直可以靠着石油有钱下去就好啦。但是石油这个东西是会取得尽用得竭的，它并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能源，所以它必须要思考，如果有一天用完了，我阿拉伯的世界的经济该怎么办？然后再来，那个阿拉伯的石油啊，目前的成本就是它价格不贵。它要卖到1桶103美元，才可以让国家的经济不断的好好的运转下去。可是现在的油价呢，常年都维持在60-70块美元。在这个价格之下，其实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经济是会受到影响。他觉得，如果我们单一依靠这个下去的话，鸡蛋不放在多个篮子里，这样子我们总有一天我们政府会垮台。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之前呢，想出很多新的东西，让我们的政府可以赚到很多钱。所以他是个有雄才大略、有谋略、有远见的一个君主啊。那大家又会说，老师很妙哦，明明国王是他老爸，那怎么事情好像都是他在做？因为真的实际掌权者其实是 MBS 本人。OK， 因为毕竟国王即位的时候已经79岁了哦，老态龙钟了。那给这个年轻人来用，是不是才可以把整个国家可以用到蛮好的？这样理解吧。时间来到2017年6月哦，沙烏地阿拉伯宣布跟伊朗友好的卡达断交哦，并实施制裁哦，理由为卡达支援恐怖主义哦，双方直到2021年才恢复建交哦。上述一系列事件呢，成为了新一波的阿拉伯与伊朗纷争的开端。讲到卡达哦，这个国家大家想要他会想到什么？2022年的世足赛举办地嘛，基本上如果他不办世足的话，相信全世界各地的人这辈子不会去到那边。而老师我呢，当年就有去那边看了世足赛的总决赛，就是法国对阿根廷。然后卡达这个国家真的，如果把它世足赛的场馆给去掉呢，它就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地。然后房子的建筑呢，都不像是我们在杜拜或是阿布达比所看到这么繁荣的一个景象。虽然卡达王室也有钱，可是他们的就是真的是比较荒芜的沙漠带。我还记得，就是我在那边住饭店住那个晚上的时候，然后我想要就是出去，想说，一个人出去吃个东西，发现在附近方圆。大概真的是方圆10公里内，我根本找不到什么商店，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个人在那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那时候是晚上，对，然后而且我的手机在那边还没有收讯。然后当时我老婆人在杜拜等我，然后我去卡达那边看世足赛，我把我老婆一个人丢在杜拜2天1夜，我跑到卡达去就对了。然后我一个人在街头，然后手机也不能用，因为收讯根本收不到。老师不是有漫游吗？漫游在卡达是根本没有办法的，知道吗？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我走在路上就看到很多就是阿拉伯装扮的阿拉伯人，我都觉得他们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知道吗？会不会走过去突然就给我阿拉花瓜，哈哈，那我就送他爱滋威花瓜，然后这样子 OK， 好，反正就是一个我在卡达的故事就对了。然后世足赛决赛非常的精彩。但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再去第2次，除非他要办什么就是重要的比赛，我可能才会过去。好，那这是一个题外话了。时间来到6月21号，老萨勒曼国王再度易除，就是换王除，换谁呢？这一天是我老婆的生日。所以当然不是换我老婆，然后再来就是废除了穆罕默德宾纳伊夫，就是废除了他的侄子，然后给他冠上了
叛国罪，还有药物依赖等罪名。奇怪，老师一除就一除，为什么要给他冠上这个罪名？原因是因为纳伊夫本人他知道自己当时被立为王储只是一个过渡之举。就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举动，他也知道老萨勒曼国王要的是他让他儿子来当，而不是让他来当。他就觉得我站着王储的这个位置，是否会让我自己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当时呢就自己离开了阿拉伯，然后跑到了我记得是阿尔及利亚，就对，跑到那边待着就对。而这件事情呢，却给老萨勒曼一个借口，说什么呢？你叛国，你落跑，然后说他长期使用毒品，就这样子。然后接着呢，他就被废掉了，然后改立 MBS 为新王储。所以呢，父死子继正式的在这一年我老婆生日的那一天成立了，好吧？好，然后再来负责挑选王位继承人的一个机构哦，由王室高级成员所组成的效忠委员会。OK， 以31-3的票数，悬殊的压倒性的差距，同意了更换王储。不过呢，纳伊夫他原本被公认为是开国国王伊本沙特孙子辈中最有能力的那一位，他突然的被废掉，还被判上叛国罪哦，这让皇室的成员们非常的不爽，有非常多不爽的声音。那面对不爽，你们看 MBS 会怎么样 ？MBS 呢被立为王储之后，他开始积极的推动沙烏地阿拉伯的社会改革，减少传统教法对执法机关的影响，然后在对妇女的开放程度上也非常的明显。然后如2017年的9月起，妇女首次被允许在国内驾驶开车，在这之前，沙烏地阿拉伯的妇女是不得开车的，而他让妇女可以开车了。时间来到11月。MBS 呢进行了一个超帅气的反腐行动，这是他的报仇计划嘛，对不对？刚刚有讲到，小时候他受他的兄弟姐妹的欺压，笑他是贝都因人的儿子，然后叫他去跑腿，然后每天命令他做事情，他把这个不爽压在心中，终于给他逮到机会了。他认为沙烏地阿拉伯他的兄弟姐妹们呢，以及那些亲王们，每个都吃香喝辣、挥金如土，每天无所事事，这样子对国家不是好的，所以他就以这个借口呢，总共逮捕了500多名重要的王子大臣以及财阀。这王子数量加一加，至少也300人。老师，300人会不会太多了？他兄弟姐妹会不会太多？会的，没有错。因为一个国王就可以生10几个小孩，然后一个国王的10几个小孩就叫亲王，每个亲王又有10几个小孩，所以加一加，王子加一加，500多个，可以的啦，好不好？然后再来，被逮捕的里面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涉及了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丑闻。这个家伙呢是一个王子，他叫做土耳其宾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这个名字我觉得念起来很酷，阿卜杜拉。好，那再来 ，MBS 呢家们关押在由丽思卡尔酒店所改制的监狱。这个酒店是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个5星级超富丽堂皇的酒店，他直接把它改成监狱，帅呆了吧，对不对？然后再来要求这些兄弟姐妹以及财阀们交出了过往所收受的贿赂金，好厉害咯！想知道这个金额多少钱吗？总共交出了8000亿美元，这个是地球史上最大金额的勒索行动。OK， 勒索犯本人 MBS 逼他们说，你们想要换取自由身，把钱全部交出来。然后最后大家就决定要换取自由身，然后钱全部就交出来。所以这些人就全部就从超级有钱人变成了一般有钱人，而萨勒曼就是 MBS 本人呢，就从很有钱的人变成了目前身价预估达到1.3万亿美元，也就是1兆3000亿美元。目前他的身价是3个世界首富，也就是3个马斯克加起来的钱。那他为什么不是世界首富？因为这个不能被明白的就是记载在富比士里面。知道吗 ？OK， 所以1.3万亿美元的身价，他可能是世界上目前最有钱的人了，知道吗 ？OK，MBS， 那这个钱怎么来的？勒索，知道 ？OK，
你要怎么样子勒索可以没事，你自己当上王储就 OK 了。掌权之后勒索好吗？然后在付了8000亿赎金之后的这些王子们出来之后，一定很不爽，要想办法，一定要抗议一下的，所以他们就决定成群结队的来到了皇宫前面，要找老萨拉曼国王说你儿子怎么对我们的。然后结果一过去发现门口贴了禁止入内，然后原因是说老萨拉曼年事已高，快90岁了哦，没有这个健康可以去接见你们这么多人啊，不要让我太操劳了好吗？而这些吃了闭门羹的人决定找谁呢？好，找爸爸没用，我要找妈妈，于是想要去找法赫达王妃，然后来到了皇后宫呢，发现一件事，怎么一直找不到此人？原来是因为 MBS 也想到了后来会有这件事情，所以他早在把这500多个关押在饭店之前，他就把他妈软禁了。所以他是先软禁了他妈，再关这些人。你看哦，这个家伙狠到连妈妈都能下手啊！然后他怎么软禁妈妈，可以让爸爸不知道？原因有一天，就是刚刚有讲到他妈妈的地位比较低，而且他老爸老萨拉曼有很多的老婆，所以一个老婆不见了，正常来讲也不会发现，这样明白吗？而有一天是他老爸发现，奇怪，你妈呢？我好久没看到你妈了。然后 MBS 说，哦爸，因为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觉得把她送到纽约那边去疗养会比较好一点，等到她身体好一点，我再把她接回来。然后老萨拉曼就 OK， 好的。那如果你妈回来的话，通知我一声吧。那你妈要去多久？哦，可能去个几年了。哦，没关系，那回来再通知我就好了。看多么不在意自己的老婆。那这件事情怎么被康的超好笑。老萨拉曼呢，当时后来跑到了美国去，然后跟奥巴马吃饭。然后奥巴马就是跟他寒暄的几句，就说：对了，你那个法赫达王妃呢？最近人还好吧？她最近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出现吗？然后后来老萨拉曼就说：他不是在你们纽约这边就医吗？我儿子跟我说他在纽约这边就医，所以我还想问你，我可以今天顺便的去到纽约探视一下我老婆吗？奥巴马说：真的假的？你老婆在这边，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然后立马请情报单位查一查，发现根本没有啊。他老婆根本不在啊，然后老萨拉曼讲说奇怪了，我儿子跟我说他在这边啊，然后结果老萨拉曼回去问他儿子，你妈没有在纽约，她到底在哪里？儿子才承认，他被我软禁了，然后爸爸就说好吧，那就软禁吧。所以爸爸也没有干嘛，所以妈妈就这么一直被软禁。然后被软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 MBS 掌权之后呢，他妈妈觉得自己贝都因人的身份比较低下，然后所以他的家族们，就是他的外戚家族们也是地位低下，他想要把这个地位给拉起来，所以一直拜托他儿子把我们的地位拉起来嘛，给我们多一点钱嘛，给我们多一点权利吧。然后他儿子觉得他太烦了。对，所以呢就把他直接关起来，然后软禁在哪？目前我们还是不知道，就这样。所以有没有活着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看，从这边可以知道 ，MBS 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所以呢，在王室的成员们，他是个暴君；可是，在民众的内心里呢，他又是个明君。所以多么冲突、多么矛盾的一个人啊！所以这边我在讲历史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暴君不等于不是好皇帝。秦始皇在历史里面，大家说他是暴君，可是暴君常常都是能力超强的明君。我们宁愿被暴君统治，也不要被昏君统治。昏君会让国家灭亡，暴君呢不一定，他通常会让国家强盛。那可当然也有负面的东西啊，可是暴君绝对比昏君好。这样理解吧 ？OK， 好，那 MBS 叫他暴君也没有问题，叫他明君也没有问题，但他绝对不会是个昏君。时间来到12月，非常多家媒体报道 ，MBS 呢，他利用了巴尔德宾阿卜杜拉沙乌地为中介，购买了里奥纳多·迪卡皮不是里奥纳多·达文西的画作。救世主 ，OK， 这幅画作呢，在11月的拍卖会上以4.503亿美元的价格成交了，创下了最昂贵的画作成交新纪录。看。没错吧？史上最有钱的人买幅画要花4亿多美元，真是牛逼啊！然后用勒索来的钱去买画啊，懂得投资哦。所以他干嘛？他想洗钱。不是 OK， 因为很多人去买画，就都为了要洗钱，把不干净的钱洗成干净的钱，勒索来的钱不干净，所以要把它洗成干净的。那他勒索了8000亿美元，一幅画才买了4.5亿，所以他大概要把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有有名的画家跟雕塑家的作品全部买完，他才可以把他的钱洗到干净，这样理解吧？我们 MBS 的故事上集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集见。